大晋国105年，京城郊外，一座破旧不堪、四处漏雨的草棚显得格外凄凉。草棚的角落里，一个面色苍白如纸的女人正躺在一堆杂乱的稻草中间，她的身体因极度疲惫而颤抖着，原本明亮的眼眸此刻已失去光彩，变得暗淡无神，透露出深深的绝望。她无力地望向头顶那摇摇欲坠的屋顶，然后缓缓闭上双眼，似乎在等待命运的最终审判。就在这时，一阵剧痛袭来，女人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想要生下腹中的孩子，然而体力不支让她陷入了昏迷。丫头，你可不能这个时候睡呀，你快醒醒，快醒醒！哎呀，造孽呀！娘，热水来了，这妹子生了吗？老夫人伸出手，颤颤巍巍地放在了地上女子的鼻息处一会儿，看着年轻的妇人摇了摇头。哎呀，也是个可怜人呐，一尸两命。女人呐，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走上一遭，说能挨过去，那就是新生；挨不过去，那就是黄土一捧。走吧，等天晴了，就让你男人和宫殿来，把女人埋了吧。毕竟入土为安呐，总不能就这样曝尸野外吧。说完，婆媳两人相携离去。末世，乔家。你要是交出来，还能给你留个全尸。大哥，别和这毛丫头废话，我就不信打死他还抢不过来。乔老三乔任亮说完就开了枪，直接打在了乔安安的胸口，血花四溅，当然也洒在了水滴玉坠上。一时间金光乍现，耀眼的强光让持枪的四人睁不开眼睛。一份天书从天而降。乔安安是在轰隆隆的雷声中惊醒的，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下腹撕裂般的疼痛让他差点又晕死过去。他咬着牙想要快速坐起，一使劲儿，下体感觉有东西从肚子里流了出来，疼痛也消失了不少。一个婴儿的哭声从双腿间传来，乔安一脸懵逼地看着地上的婴孩，脑子里一股陌生的记忆涌进来。原来是他穿越了，还穿到了一个和他同名同姓的女子身上。这个女子在生孩子时难产死亡，而他就接替了这具身体，还喜当娘。地上的那个孩子是他刚生的，正好旁边有剪刀和热水。他给孩子洗干净包好后也累坏了，就抱着孩子睡了过去。乔安安活动了活动身体，又低头看着睡得呼呼的小孩，笑了一下，再次抬头，感觉脖子一凉，仿佛有什么东西滑入胸脯上。他忙拿出来一看，愣住了，那颗晶莹剔透的水滴玉坠竟然和我一起穿越过来了。难道说这枚小小的玉坠竟是一件稀世珍宝？又或者它其实是某个强大外挂所附带的空间道具不成？正当乔安安如此思索之际，他只觉得眼前一花，整个人便已置身于一片神秘莫测的空间之中。这个空间看上去宛如一座巨大无比的购物广场一般，其内设施齐全，规模宏大。他唏嘘着走到了生活区，拿起了一份面包和一杯热牛奶吃喝起来。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吃饱了一切都好解决。刚吃完，就听见了外面有脚步声传来。他赶紧从空间里出来，刚坐好，
就看见拿着铁锨的一老一少2个男人走来。有鬼啊！咋回事啊，王军大叔，铁路哥？这诈尸了！村民一惊，都知道这里面住了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这咋死了呢？从王铁头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大家才知道，这个女人在昨天大雨夜生产，一尸2命。此时，乔安一身是血，抱着孩子出现在了茅草屋的门口。大家这才看清，这哪是死人呐，分明是个活人。王家婆媳也来了，一脸的歉意。丫头，我要是昨晚再等一会儿就好了。哎呀，都怪我，我以为你没……王婆子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摸着乔安安的手，眼睛都红了。女人生子啊，鬼门关，这丫头受苦了。只是这丫头是个傻的，现在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娃娃，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王阿婆想到这儿，心疼的眼泪流得哗哗的。阿婆，谢谢你。谢啥呀？你这丫头太客气了。啥？你说啥？王阿婆话接到了一半，感觉到不对劲儿，她想她是幻听了吧？傻丫头，你说啥？谢谢你，王阿婆。啊？翠，快来呀！傻丫头她不傻了。嗨，不管咋样，人没事就行，不傻了不更好？那样啊，她就可以回家了，省得再连累我们村里的人了。这个呀也不好说，你看她都在这么长时间了，你见过有人找吗？谁知道啊，肚子都被人搞大了，还是傻的，说不好啊，她的家人也不想要，丢人巴拉的玩意儿，不回家更好。你看他婶子话不能说的那么难听，谁还没有个灾和难的时候，人家也就是暂时没孕。你看这疯病不是好了吗？这丫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嘞。小屋门口站着的一群女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的，眼看着就要急眼了。族长不耐烦朝这边瞪了一眼。哎呀，都闭嘴吧，不知道祸从口出吗？还有，这孩子能落咱们村，那是缘分。谁要是在外人面前胡咧咧，别怪我把你一家都给赶出去。好日子过久了，难道忘了18年前的那件事吗？阿婆，这是我一直贴身带着的宝贝，您看看能不能用它给我和孩子们租下或者买下2间房子呢？然后再用剩下的钱买点生活用品吧。王阿婆接过东西一看，便心知肚明，这只手镯绝非普通之物。于是她二话不说，立刻转身出门去找村里德高望重的老族长来商量此事。大约半个时辰之后，乔安终于如偿所愿，搬到了距离原来住所不远的一座小院子里。边关军营，身着一袭鲜艳而张扬的红色华服的慕容潇潇，此刻正以一种奇特而怪异的目光凝视着眼前之人。那位端坐在床榻之上专注着翻阅兵书的夜王，他的神情专注而认真，但面色却略显苍白，仿佛透露出了一丝疲惫之态。然而从脉象来看，并无明显的异样之处，一切似乎皆属平常。这也没病啊，怎么就肚子疼了一夜啊？你都不知道？你疼的样子就像女人生产的一样。不错，此刻躺在床上之人，乃是如今大晋国赫赫有名、威震八方的战神王爷叶王，上官叶林。而正在给他看病之人，则是神医谷的少主慕容潇潇。这二人之间关系匪浅，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至交好友。滚！上官叶林脸色一沉，气恼地从牙缝中挤出这么个字来：好嘞。哎，这
这位慕容神医啊，真是在自寻死路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而且还是那种怎么拉也拉不回头的性子。可不是嘛，每次都这样冒失冲动，真不知道何时才能学乖一点。燕飞鱼，安知鱼之乐。乔安安接下来的日子过得是相当的舒心，玉镯子卖了有150两，100两买了这个带院子的2间房子，买生活用品花了20多两，剩下的他都给了王阿婆，因为她要坐月子，娘俩总得有人伺候吧。20多两相当于一个中等之家的半年收入，王阿婆当然乐意。家人们，姐姐我来了，不知道你们受不受得住我的狂风暴雨啊！娘亲，明日便是太子府举办的赏菊宴了，女儿为何不能在这场宴会上大放异彩，引得太子哥哥对我另眼相待呢？轩儿啊，你可要牢记在心，能够独领风骚者，靠的并非容貌，而是智慧与头脑啊！哎，你也别这样看我，别的不说，就说你爹吧，你可知道他的发妻李师师有多美吗？可以说整个京城能和他相比的没几个，但是光长美貌不长脑子，还不是被你爹送给。姚姨娘看了看门口方向，确定没人，揉了揉眉心，才继续开口。你可明白为娘的意思啊？这些你知道就行，烂到肚子里就好了啊。娘，魏嬷嬷不是说是你给她的毒酒让她饮鸩自尽魂归黄泉的吗？啊，还有那乔安安为什么不毁了她那张脸？住口，休得胡言乱语。若无你爹和你祖母的首肯示意，仅凭我一己之力怎可能做出这等事情来？这种话以后休要再提了。姚姨娘目光凶狠且充满戾气，瞪着眼前的少女。哎呀，知道了娘，我就是恼怒，没有把乔安的那张脸给揭下来。太子哥哥自从乔安出嫁前见过他一面，就念念不忘的。哎，你呀你，和个死人有什么计较的？你现在最棘手的敌人是右相家和镇国将军家的小姐们，哎，亏我一世英名，怎么就生出你这个小笨蛋啊？乔安安此时正藏身于屋顶之上，将屋内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听闻此言，他气得浑身颤抖，心中悲愤交加，难以自持。乔安安在房顶这一愣神的功夫，房间里的人已经都走了。乔安安直接把房顶弄了个洞，顺着绳子下到了姚姨娘的房间。梳妆台、柜子、床、桌子摆件等一并收到了空间。看着只剩了地面的房间，他还不解气。他仔细观察着房间，你还别说，真叫他发现了端倪。卧房小门通隔壁，推开一看，就是姚姨娘的小库房。乔安那是有东西不拿的主吗？那不可能，地皮都想挖的人，那收的那叫一个干净。一路到了老夫人的院子，这时想起姚姨娘的话，他更恨。在乔元没有发迹前，吃的喝的哪一样不是李师师的陪嫁？吃人家的饭，完后还砸锅，真的太不是东西了。乔安也不管是谁了，利用空间为掩护，一瓶药粉下去，整个院子里的人如下饺子般纷纷倒下。收完东西，还在姚姨娘乔轩轩的脸上打了10几巴掌，直到脸肿成了猪头，这才罢休。至于乔国公乔元和乔老夫人，乔安要不是怕雷劈，也会把人揍成二师兄。乔安深知此处乃国公府之库房所在，其中所藏皆为国公府公有财物。乔安小心翼翼步入了库房门口，库房打开了，因房顶掉了一颗夜明珠的缘故，并不黑。从门口往里看，大大小小的箱子堆满了足有6间房间的库房。纵使乔安安从末世来，
也为这里的东西震撼了一把。好在他的随身空间大，不然还真的拿不完。当乔安踏出了乔国公府那扇厚重的大门时，夜幕已经深沉如墨，整个京城仿佛被一层轻纱所笼罩。王爷，我们提前返京，这事要不要禀报一下皇上？皇上手中的金甲卫无孔不入，你从边关回来，恐怕他已知晓，不如……叶王府，莫南看着他的主子，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只是说到一半，看见主子脸色不好，就把要说的话给咽了下去。我母妃那里现在怎样？苗贵妃身体有恙，思念主子有急，一日不如一日。莫南不敢隐瞒，把查到的信息一字不漏说了出来。按说主子已经成年，苗贵妃完全可以出宫跟着主子住在叶王府，只是主子你不在府里，皇上那里不好说。上官叶林背负着双手，静静地凝视着窗外那片漆黑如墨的夜空。他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挺拔，但此刻却透露着一股无法言喻的沉重气息。我记得母妃在城郊有一处庄园，要不就把她送到那里去，反正离京城也不远，还在皇上和皇后的眼皮子底下，相信他们也不会不应。你去那里安排一下，我马上进宫。上官叶林刚出府，就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如灵猫一样翻进府里。他愣了一下，跟着又返回府里。这是谁的人？在他刚回府就来了？难道是有人这么快就发现了他的行踪？他倒是想要看看是谁眼睛这么长。上官叶林一路跟着，看着前面的黑影巧妙地避开府里的巡逻，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府里转来转去。毛贼！上官叶林跟了一路，看着黑影一个屋子钻进去，又空着手出来。他索性也懒得追了，找了个王府内最高的树，站在那儿看着黑影穿来穿去。乔安这会儿也急了，原身虽嫁进王府，可是只知道他在一个破旧的屋子坐了一天，其他的地方他也没有去过。王府的库房在哪儿，他还真不知道。嗨，毛贼，你在找茬？我说我梦游了，你信不？你觉得呢？男子斜睨着眼前的人，他有一瞬间慌神，眼前蒙着脸的人，那双星眸他似乎在哪儿见过，可在哪儿呢？乔安见眼前的人没有抓他，反而在愣神。现在不跑，更待何时？拜拜了你！他冲着男子摆了摆手，得意一笑，在男子惊愕的眼神中跳到墙外。是吗？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很快，乔安就知道，刚才他有多得意，现在就有多打脸。哎，你追我干嘛呀？我就是好奇，逛了一圈，你有必要追着我满京城跑吗？他叉着腰，奶凶奶凶的，还怕男人不信，在他面前转了一圈，摊摊手，面巾下的那双眼睛要多无辜就有多无辜。他是吃饱了没事儿遛你玩呢。独孤剑南，你怎么会在这里？乔安并不认识这个男人，但上官叶林却是识得他的。此人便是江湖上声名显赫的武林盟少主，只不过已经是上一任了。据说他父亲是因为遭到了亲人的背叛，心灰意冷之下，一家人选择退隐江湖，从此销声匿迹近5年之久。腿长在本大爷自己身上，想去哪儿还需要跟燕王报备不成？你……上官叶林有些气结，
想要再说两句，不远处一个身影快速飞来，眨眼间到了上官叶林的眼前。来人一脸急色，他看了乔安安和墙上的独孤剑南一眼，侧身到了上官叶林耳边：主子，宫中有变，苗贵妃病情加重。上官叶林一惊，连看都没有看乔安安和独孤剑南一眼，转身朝皇宫方向飞奔而去，眨眼便不见了身影。我去，古人的轻功真是绝了，我这一夜逃不掉也不冤啊！在那嘀咕啥呢？还不快走！等他来收割你狗头啊！我去，我还真是傻了，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呢？眼看着这天就要亮了，如果再不抓紧时间逃跑，一旦乔国公府和叶王府发现库房被盗，肯定会立刻封锁城池，到时候我的麻烦可就更大了。谢了。他朝着独孤剑南微微一笑，然后转身毫不犹豫向着城门的方向狂奔而去。大哥，没人追过来了，你可以走了，不用再跟着我了。你这小丫头片子怎么这么不识好歹？本大爷好歹也是曾经救过你一命，你得了这么多宝藏，本大爷一分不取也就罢了，但从今往后啊，必须负责本大爷每天的1日3餐，如何？这怎么可能？难不成他知晓了自己昨晚去乔国公府和叶王府之事，甚至还洞悉了自己身上的秘密？行，跟着我可以，保证你1日3餐也没有问题。但我这里可不养闲人哦，既然端了我的碗，就必须要听我的话。不过嘛，对于辛辛苦苦打工的人来说，我还是会比较善良一点的。什么是打工人啊？这个嘛，总之你明白我的意思就好，那就这么说定了。独孤剑南等的就是乔安安的最后这句话。只见他将手指放在口中，对着空中打了一个长长的响亮的口哨。没过一会儿，一匹枣红色的马儿哒哒哒地跑过来，走近一看，乔安安惊讶地发现马腹的两侧各自挂着一个大箩筐，而箩筐里面居然有一男一女2个4岁大的孩童。你该不会是人贩子吧？什么人贩子？他们可是我朋友的孩子，我纯粹是受人之托，帮忙照看一下罢了。乔安不禁有些惊讶，这居然还玩起了买1赠2的把戏。不过也罢，毕竟只是2个孩子，等儿子稍大一些，还可以有玩伴一起玩耍，倒也不算什么坏事。走吧，咱们回家。叶儿，你真要如此行事？难道就没有丝毫缓和的余地了吗？没有。上官叶林的声音如同惊雷一般炸响，带着无法动摇的决心和力量。一味的忍让只会让我们受到更不公平的对待，甚至连母妃也被牵连其中，性命难保。我身为儿子，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受苦？今日母妃必须随我出宫，绝不妥协。你个逆子，连父皇的话都敢忤逆，看来是翅膀硬了，反了天了。大晋王朝的皇帝上官震天，他气得脑壳嗡嗡的，指着地上的六子，颤抖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陛下，皇后娘娘求见。正在父子对峙时，门外胡公公的声音响起。随着话音落下，皇后康丽华一身锦衣华服踏了进来。陛下龙体万安。叶王，此举万万不可。身为后宫嫔妃，在圣上仍在世时，岂能擅自跟随皇子离宫居住？这可是违背祖制之事啊，绝不能破例。有何不妥？祖宗的制度也是人定的，既然他现在行不通，也可以更改，让他尽善尽美，而不是固守不通。难道母后以为一个儿子眼睁睁地看着母妃病死而无动于衷才是正确的制度？苗贵妃就是犯了错，利用自己宫妃的身份暗害襄嫔，使得她5月大的孩子不保，
这是残害皇子嗣才被打入冷宫的，这是你父皇亲自调查，证据确凿，难道有假不该受罚？按照祖宗规制，乱棍打死都不为过，因为你才对他网开一面，你应该对你父皇感恩，而不是指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仅凭一个小小的宫女儿的证词，岂能轻信？啊！而我母妃的冤屈却无人理会，难不成你们真当众人皆愚昧无知吗？上官叶林，你竟敢如此目无尊长！吾皇上召见私自返京，难道你想造反不成？康皇后气得怒目圆睁，高声怒斥。然而今日的上官叶林已然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将母妃救出困境，谁敢阻拦，他绝不手软。陛下，丞相大人康熙年、魏国公赵成以及镇国将军寇大海求见。既然各位爱卿也来了，想必也知道了事情的始末，依你们看，这事该如何处理？康丞相、魏国公、寇将军三人互相看了看。康熙年的官位最大，他开口道：皇后娘娘、叶王爷都是一家人，就苗贵妃的病引起的争端，不如让太医院的院判亲自出手医治。他是大晋国的国医圣手，相信苗贵妃的病情在他的医治下一定会尽快好起来的。不行，母妃已经病重，我这个儿子要亲自侍疾，以尽孝心。只有在叶王府我才能做到。难道丞相大人想让我做一个无情无义、冷血之人？先让太医院的院判看看，如有不好，就让叶王带走。祖治固然重要，苗贵妃的性命也很重要。凡事都要有个商量嘛，不要伤了一家人的和气，才是最重要的。魏国公，你家是盖房子的吗？啊，真会和稀泥！母妃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你在这给我东拉西扯。既然这么会和稀泥，要不你们赵家辞官归乡盖房子去，能给天下百姓盖一所遮风避雨的陋室，也能流芳百世，比在这官场混日子好多了。上官叶林的话音一落，魏国公赵成腿一软，直接跪在地上，吓得瑟瑟发抖。皇上，微臣倒是有一个计策，不知是否可行。讲来听听。微臣认为，目前众人争议的焦点在于苗贵妃是否应该前往叶王府养病，以及此举是否违背祖制。听闻皇上曾在京城郊外赏赐给苗贵妃一座庄园，苗贵妃大可以前往该处调养身体。如此一来，便避免了与皇子共同居住的问题，同时也符合祖制规定。此外，叶王爷亦可随时前去侍奉问安，而庄园距离京城并不遥远，贵妃若想回宫也十分便利。上官震天看着，下面的一众人看着每个人的脸色都好看了不少，勾了勾唇。稳了！啊！哪个挨千刀的，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啊！老爷，这是咋回事啊？国公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国公府被盗贼给搬空了。那我书房呢？搬空了，还有库房。杜管家正说着，又有几拨人来了。老爷，厨房被盗，锅都没了。老爷，姚姨娘的住房也被盗，姨娘的小私库也没幸免。老爷，萱儿小姐的房间也被盗，就剩下地皮了。老爷，乔国公昂面直直倒去。
这会儿是一口气没上来，气晕死了过去。御书房里，皇上正在和太子上官浩在议事，就听见胡公公禀报乔国公来了。两人皆是一愣，疑惑地看了对方一眼。进来吧。陛下呀，你可要为我做主啊！不知道是哪个天杀的，昨天一夜之间把我府内都给搬空了，只剩下了房子和地皮了。乔元一进来就跪下来，开始向皇上哭诉，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看来真是委屈上了。国公莫哭，父皇在此，你可仔细说明。这个是。乔元就把昨天夜里不正常的事说了出来。等他说完，皇上和太子对视一眼。不会吧，这么巧？难道是他干的？太子一想到这儿，眼睛更是亮了亮。皇上只得安抚乔国公，命人把大理寺少卿秦宁喊来，让彻查此事。母后，我让你准备的东西，你命人送进去了吗？郑居一早就命人送了进去，书房、库房都有。只要一查，他叶王就跑不了了。令他上官叶林聪明一世，也绝不会想到，他和手下一离开边关，我们这边都知道了消息，布置了这些。只要证据一曝光，任他能耐再大，这次也是插翅难飞。只是这事还需要一个契机。母后真是神机妙算，契机来了。靠山村，上官叶林正坐在苗贵妃的床前，听小神医慕容潇潇分析母妃的病情。贵妃的身体不光是死老成疾，还有一种慢性剧毒，并且这两种从外表上都是一样的症状。这毒你有把握医治吗？必须的，这点小伎俩还难不倒我。只是这毒解的过程有些慢，需要一段时间。慕容潇潇不好意思地说，这种毒要是他爹来，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只是他爹不知道去哪儿了，他也不知道。我母妃的事儿就交给你了，这段时间你就收收心，住在这地方吧。好吧。慕容潇潇看着出门去的上官叶林的背影，撇了撇嘴，不得不答应。门口，莫南急得转来转去，就是不敢进去禀报。这时候他知道，什么事都没有苗贵妃的事重要。上官叶林一出门就看见了他。什么事？乔国公府昨天被盗的一无所有，叶王府的书房、小库房和一些房间也被盗。皇后和太子就拿王爷无召回宫一事为借口，联合大臣认为乔国公府被盗一事与王爷有关，要彻查叶王府。父皇何意？皇上无奈已经下旨，现在叶王府已经被御林军包围。上官叶林突然想起昨夜他追的小毛贼，上官叶林、莫南还有漠北等人一路快马加鞭赶回了叶王府门。搜寻的队伍中有许多是太子安插的人，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首先直冲上官叶林的书房。去的时候得意洋洋，当打开门时都愣住了。说好的东西呢？谁家的书房这么干净，干净到除了墙皮、地皮之外啥都没有。这个场景在叶王府的大库房、叶王的私库，搜查的人都是这样的表情。大家忐忑不安地汇报给太子等人时，惊的人都站了起来，同时后背也是冷汗直流。现在想的不是叶王府银子的事儿，而是如何给皇上交代的事儿。进来时有多信心满满，现在就有多狼狈。你坑我！此话怎讲？门口的时候，江管家就说了府里被盗的事儿，是你自己不信。太子哑然，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上官叶林，知道今天这个哑巴亏他是吃定了，正欲转身就走。慢着，皇兄是不是忘了什么？江管家，把你统计的损失给皇兄呈上去。50万两白银，上官叶林，你想钱想疯了吧？把这些收藏好，回头给父皇送过去。你！太子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他满脸怒容的伸手夺过了将汤递来的账单，看也不看一眼，转身便拂袖而去。报！太子殿下，我们在乔国公府里发现了这些赃物，请您过目。好，从哪里找到的？在叶王府西南角的小院里。王爷，您可知道这西南角的院子，那可是1年前您赏赐给乔氏妾的住所呀。乔氏妾正是乔国公的嫡女啊。皇兄，你是不是忘了，我府内的一个侍妾就是出自乔国公府？难道这些不是她的嫁妆吗？对呀，他怎么忘了1年前的事？叶王娶妃，乔国公府替嫁女儿，这些事可是让他们这些兄弟嘲笑很久呢。你说是就是吗？那就开吧，让众人也瞧瞧乔国公府给女儿的嫁妆都有啥。太子勾唇，叶王都不怕丢人，他怕啥？开就开。随着他的手势，20几个箱子一下子全被打开。这会儿傻眼的人可不止一个，就连那些站得笔直一脸肃穆的小小御林军也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喵的，这都是些什么呀？众人定睛一看，只见箱子里装的尽是些破旧衣服，被老鼠啃过的棉布，还有稻糠、沙子、砖头、石头等等，没有一箱东西是能用的。堂堂一个国公府的小姐，她的嫁妆竟然还比不上一个平民家的姑娘。乔国公府陪送女儿的嫁妆秘密就这样被大咧咧地公开于众人目下。吴公公，你说的可是句句属实？皇上明鉴呐，当时叶王、大理寺少卿以及御林军均在场，老奴就算有10个胆子，也万万不敢在陛下您跟前信口胡诌啊！好一个乔元，竟敢如此胆大妄为！我竟瞧不上朕的儿子，还这般肆意作践！来人呐，即刻传旨下去，乔国公教女无方，致使其德行有亏，罚他去看守城门。何时他能幡然悔悟？何时再让他归家？叶王这边，江管家亲自用平板车让下人拉着乔氏妾的嫁妆，就这样大咧咧地敞开着，围城绕了一圈，边走边解说。乔国公多慷慨啊，给女儿的嫁妆多丰富，20多台。乔国公府被盗，叶王体恤，让人给送回来，给国公府补贴家用。人都不傻，有好奇的凑近一看，哪儿还有不明白啊？但是一个国公府给女儿的嫁妆是沙子、石头的，一时间跟着送还的队伍浩浩荡荡来到了国公府门口，当然也传遍了整个帝都城。叶王府，上官叶林坐在空落落的书房内想着心事，看着莫南带着江管家过来。事情办完了？是，王爷。你下去吧，找人把库房打扫一下，太子把东西送来就可以直接把东西放进去。上官叶林看着江管家转身，他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哎，乔氏妾可好？王府后院就这一个女人，他也就随口一问。江管家愣住，不知道该如何说起，但又不得不说。那个王爷，乔氏妾已经不在府内。啊？怎么回事？ 1年前，王爷去边关前夕，
乔氏妾私会野男人，被府中丫鬟撞见，一时间风言风语，乔氏妾接受不了，就疯了。没过多久，人就不见了。这事我都写信告知王爷了。我去边关前夕，他私会野男人。上官叶林不可置信地看了看莫南，莫南也傻眼了。那晚他和漠北把中了春药的王爷送进了乔氏妾的床上的。我就是那个你口中说的野男人。只是那夜他走得匆忙，就把知道内情的漠南漠北带走了。想到这里，上官叶林的内心闷闷的，还有点疼。爷，那封信我知道。去了边关没多久，漠南曾经递给了他一封信，说是府里的管家寄来的。当时他身在营帐之中，即将出征杀敌，便随手将信塞进了怀里，打算等大战归来后再看。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不幸中了敌人的圈套，胸口被刺穿，那封信也被他的鲜血染红，毁坏了。上官叶林无力的摆摆手，示意漠南和江管家离开。两人走出院门，来到外面。江管家一脸忐忑看着漠南。莫侍卫，你快看看王爷，他到底是生气了还是没生气啊？乔氏妾竟然敢给咱家王爷戴绿帽子，就是死上100次也绝对不为过呀！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就应该跟那个野男人一起进猪笼才对。我呸！你这个蠢货，你知道你口中的那个野男人究竟是谁吗？江管家眨了眨眼睛，然后顺着漠南刚刚偷瞄的方向看去，但仅仅只看了1秒钟而已，整个人便直接愣住了。你是说那个野男人居然会是咱家王爷？漠南并没有说话回答，只是给了他一个非常耐人寻味且饱含深意的眼神。江管家在得到确认之后，顿感五雷轰顶，仿佛整个天灵盖都变得凉飕飕的。你大爷的独孤剑南，别让我再见到你，碰到你我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我就不姓乔。院子里响起了乔安安土拨鼠的叫声，让从家里来的王阿婆一个机灵，忙推门进来。怎么了，乔姑娘？孩子闹了吗？没有，我练嗓子呢。你们2个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王阿婆。阿婆好。好。王阿婆看着多出来的2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小孩，感叹着，这爹妈不知道咋生的，长得这么俊，看着就讨喜。乔安安摸着裴熙的头发，软软的，越摸越高兴。而裴家这兄妹2人也不生气，独孤叔叔总是交代他们2人要在这乖乖的，一定要听这个女人的话。看着2个这么小就很听话懂事的孩子，乔安安心中叹气，唉，养着吧，我还不缺这点吃的，全当为小木木养2个伴。孩子也不容易，估计是家里出事才送出来的，要不谁家会丢弃2个可爱的孩子？能遇见就是缘分。姑姑，他好可爱呀！喜欢吗？喜欢，嘿嘿，哥哥也喜欢小弟弟。裴熙的小嘴很甜，说完后扑闪着这双如黑宝石般璀璨明亮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看着哥哥。喜欢。裴晨毕竟是个男孩子，说起这话时难免有些别扭和难为情。看到这一幕，乔安安也不禁笑出了声。自从认识裴晨以来，这个小家伙的小脸儿总是紧绷着，一脸正经的不像个孩子，反倒像个小大人似的。没想到今天居然露出了如此可爱的一面，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好啦，给你2个小任务。天快黑了，我去做饭，你俩的任务是看着小弟弟。这个任务能完成不？能，我们能。也许是乔安一看就是那种让人心安的外表，这裴家兄妹接受的也很快。乔安的家处于村子的最深处，如果要出村，必须穿越半个村庄才行。当他快要走到一处大院子时，忽然看到一辆豪华的马车停在门口，紧接着一名身着锦衣华服的男子从车上走下来。这个人可真够招摇的，一个大男人居然穿红色衣服。乔安低声嘟囔着，然后迅速拐进了附近的一条小路，径直朝着大山的方向奔去。一路上他还碰到了不少正在地里干活的村民，他们纷纷和乔安打招呼，但都被他敷衍的应了一声，便匆匆而过。就这样，乔安一直走到了大山脚下。这里真是天然的氧吧啊！由于前段时间下过雨的缘故，还别说，真让乔安遇见了一些好东西。一棵倒了的枯木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木耳，他看了一眼四周，见没有人，直接大手一挥，一个精致的大杯筐出现在了眼前。没一会儿，枯木被他揪得干净，把满满一杯筐木耳放入了空间。用不了多久，这上面应该就能长出不少黑木耳来，就这么白白放过它，实在有些可惜啊。于是他犹豫再三过后，还是折返回来，将那根枯木一并带走。他可这真是典型的吃完饭还要顺走锅。他继续往前走，没走多远，便惊喜地发现了一大片山药。这玩意儿可是大补之物，尤其对小孩子身体好，怎么能够错过呢？然而山药虽然美味，但挖掘起来却是十分费力。乔安费了9牛2虎之力，才勉强挖出了一小背篓的山药。再继续挖下去，恐怕他自己的手都要报废了。无奈之下，只能作罢。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鬼哭狼嚎，乔安吓了一个激灵。等情绪稳定下来，他就快速往声音发出的方向而去。这是有人遇险了，他得要去看看。还没有走多远，就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跌跌撞撞往乔安安的方向而来。追着他的东西，乔安也看见了。这是个什么东西？你还行吗？等会儿听我口令，我数到3，咱们就往藤蔓多的地方跑。那家伙体型庞大，很容易被绊倒，只要抓住机会。你！乔安仅仅吐出了一个字，便扑通一声滚落至了怪物脚下。他惊愕的目瞪口呆，而那山妹似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了，一时间竟然愣住了。别怪我，你不死，被这山妹拍死的就是我。说完最后一个字后，他猛地转过身去，拼命向前奔跑而去。乔安瞪大了眼睛，看着刘三远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震惊和愤怒。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所救下的人，如此自私地抛弃了他。好啊，刘三，既然你选择背叛，那就别怪我无情了。不远处，一棵茂密的树上站着一红一黑2种颜色服装的人。王爷，要不要我去把那女人救下来？如此蠢笨之人，没有必要浪费精力。2人正是上官叶林和慕容潇潇。话是这样说，但是2人并没有走开，而是关注着这边的情况。他们2人上山是因为治疗苗贵妃的病，需要一株新鲜的药材，2人这才上山寻找，碰上了这么一出好戏。乔安吃了这么大的亏，
心中自然不甘。他死死盯着刘三渐行渐远的背影，嘴角突然泛起了一丝诡异的笑。紧接着，他身形一闪，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与此同时，那头凶猛的山妹已经挥舞起了巨大的手掌，狠狠地朝着下方拍击而去。然而，令他惊愕的是，这一掌竟然落了个空。山妹顿时变得无比暴躁，她愤怒地在周围盘旋了几圈，满脸都是疑惑之色。无奈之下，山妹只能凭借本能，继续朝着刘三逃窜的方向追杀过去。王爷，那个女人去哪儿了？两人从树上飞了下来，站到了乔安安消失的地方。这里根本没有人了。走吧，没人了，正事要紧。远处，刘三的叫声再次凄厉地响彻整个山谷，很快也就没有了声息，山上又恢复了平静。我去，这满山谷竟然长满了疑似艾草的植物，要知道这艾草可是个好东西啊！小钱钱们，我来了！乔安安饿了，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个大香肠，边啃边畅想未来。身后的响动让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失策啊失策，他怎么把这里有山妹的茬给忘了？他扭过头，还能听到自己的脖子咔咔声。果然，这个庞然大物就在他身后，正一脸审视看着自己。只是山妹接下来的举动震碎了乔安安的三观。他居然从乔安安手中拿过火腿肠，把东西塞进了嘴里。从他的表情来看，似乎很喜欢吃这个。山妹吃完后并没有袭击乔安安，而是就这样安静地低头看着他。不知怎的，乔安安竟从他眼中看见讨好和渴望。这什么情况？乔安试着从袖筒，其实是从空间内又拿出了一个大的香肠，慢慢的递了过去。山妹只是接过，直接送到口中，几口又没了。没办法，乔安接着拿。没办法呀，这山妹气场太强了，她不得不认怂。一直到第20根时，山妹才转身走到了小溪旁，蹲下，用蒲扇大的手掌掬水喝。哼，乔安气乐了，心想着，这家伙也不是那么可怕嘛。嗨，我要走喽，拜拜。正在喝水的山妹转过身，又往乔安安这边来了。吃我的东西，我们就是盟友了，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啊！而山妹并没有袭击他，来到他跟前，只是垂头拉脑地站着，眼睛里并没有恶意。你想和我交朋友，或者想要我的东西？他还以为得和这个大家伙要沟通好半天呢，没想到他一问，山妹竟然点头了。哇，好聪明啊！我的东西可不是大风刮来的，你能用什么来交换啊？乔安这一问，山妹想了想，然后转身，还时不时用蒲扇大掌示意乔安安跟着。哇，好地方！山妹只是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领着乔安安往前走。到了瀑布的后面，眼看是一面高耸的石墙，这里根本就没有路。乔安安疑惑的时候，山妹伸手拉着乔安安的手臂，直接往石墙上奔去。乔安安吓得闭着眼睛尖叫，可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乔安睁开眼睛，发现这是一处被水冲刷出来的山洞，而身后并没有所谓的石墙。难道这就是小说中的阵法？山妹好像知道他在想什么，冲着他点头。看来古人的智慧
不能小觑啊！山妹这是领着我探险寻宝呢，好奇异的山洞啊！老天啊，谁能告诉他这些是什么人啊？从一开始出现在眼前的仅仅只有寥寥数具白骨，但随着不断深入，白骨越来越多，最终到达山洞内一处宽阔之地时，映入眼帘的便是成片成片堆积如山的白骨。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会有如此多的人在此互相厮杀？乔安疑惑不解，于是便一具接着一具仔细检查起来。偶尔间若发现有银块或上等玉佩等物，他也会顺手收起，毕竟这些物品被丢弃于此实属可惜，若带出去或许还能派上用场。当然乔安绝非那种贪得无厌忘恩负义之徒，但凡能够确认其身份且遗体保存完整者，他都会吩咐山妹为他们单独挖掘出一座坟墓，并从随身携带的空间中取出木块，刻上标记以作纪念。至于那些肢体残缺不全者，则只能统一埋葬在了一起了。印象最深的是他从山洞角落里看到了一具尸骨，那具尸骨的旁边放着一把宝剑，剑身闪烁着冷冽的光芒，令人不敢直视。他静静地躺在那里，散发着幽幽寒光，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荣耀。而在宝剑的旁边还有一块黑玉牌，这块黑玉牌通体漆黑如墨，却又隐隐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气息。这块黑玉牌究竟会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为什么会和这把宝剑放在一起呢？他们之间是不是有某种联系啊？这些东西他说了起来，还对这剑和玉牌的主人感到歉意。怀着这种心情，他给这具尸骨安排的坟墓最大最用心，以表谢意。等把这一切都弄完，乔安安看着表，下午5点左右了。想到了小木木，他有些慌，拉着山妹要走，被山妹反方向的用力一拽，身体不由自主跟着他转了个弯。眼前赫然出现了一个狭窄的山洞，洞内光线昏暗，但隐约可以看见中央摆放着一个小型祭坛。山妹此刻显得异常严肃，她用凶恶的眼神示意乔安跪下磕头。乔安望着山妹那副认真的样子，于是他只得乖乖跪在蒲团上，按照山妹的指示磕了3个头。当他磕完头后，只听得耳边传来咔咔几声响动，祭坛的中央位置突然裂开，一个石盒缓缓从里面升起来。乔安小心翼翼地拿起这些物品，仔细端详起来。随着观察的深入，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终于他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命丧于此，原来都是为了争夺这3样东西：前朝的传国玉玺、传位诏书，还有一本标注着宝藏位置的地图。你太好了，真是我的福星，以后我就叫你福星吧，跟着我绝对让你饿不着。令他高兴的是，山妹似乎很喜欢这个新名字，虽不会说话，但她的点头和肢体的来回舞动的动作，乔安还是能看出来。一人一兽走出了山洞，就被外面的砰砰当当的声音吓了一跳。这么隐蔽的地方还会有他人过来。乔安绕过大石头的后面，伸出头往外看。一个是从叶王府开始撵着他在京城跑了半宿的那个可恶的男人，一个是他早上从靠山村出来在村口遇见的骚包男人。两人武功很高，但是架不住黑衣人人数多，两人很快身上就都挂了彩。乔安刚想让福星躲下去，那边的人已经发现了这边的动静，10几双眼睛齐刷刷往这边望来。
乔安的内心砰砰直跳，心虚地看着这些人。你们忙，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啊。说着，他就想要带着福星开溜。杀无赦！领头的黑衣人命令。主子给的旨意是悄无声息解决上官叶灵。这个冒不登跑出来的女人，怎么可能让其留下活口？就在乔安一愣神的功夫，一柄长剑直直朝他的心脏位置刺来。乔安大叫一声，吓得闭上眼睛，扑哧一声，紧接着一阵天旋地转。待他再次回神，才发现此刻他在一个男人的怀里，而男人的右臂衣服已被鲜血染红。不用问，刚才是这个男人救了自己，帮自己挡下了那一剑。他喵的，有这样的吗？大家前连说一声都没有，直接提剑就过来了，吓死人了！肩膀上的手突然一沉，他抬眼望去，只见男人的脸色不对，嘴角还流了一股黑血。乔安再傻也知道，这人是中毒了。福星，快带我们走！福星双手一捞，把他和男人一起夹在了胳肢窝，抬腿就跑。快追，别让他们跑了！黑衣人反应过来，齐刷刷追着过去，只留下两人来对付红衣男人。等他解决完眼前的两人，抬头看去，哪儿还有夜王的影子？他又急又气，想着跟过去又不是人家的对手，只得咬咬牙飞身回去搬救兵去。福星，你太粗鲁了，小心没朋友。当然，这些话乔安只能在心里说。你真厉害！被福星扔到地上的男人已经昏迷不醒。乔安从空间药柜里拿出碘酒和纱布，给男人进行了简单的包扎。至于他中的毒，那就不好意思了，乔安他真不会。不过空间里有解百毒的药丸，乔安抠了2丸，用水给他送进了肚子里。他能做的都做了，其他的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王阿婆一边抱着孩子轻声哄着，一边不停地朝外面张望。裴晨裴熙不安地站在一旁。默默！乔安跑到门口喊了一声，乔木立刻扭头，哭声戛然而止，泪眼婆娑地看过来，委屈的小嘴撇了又撇。乔姑呀，哎呀，你可回来了！这娃呀，吃了一顿奶粉后啊，可能是想你了，就开始哼唧哼唧的，到最后啊，哭得抱不住，可心疼人了。对不住了，阿婆，我因有事给耽搁了。不远处，一座大院内，夫人斜躺在院中一棵茂密的大树下面，专门为她设的软榻上。柴嬷嬷，这娃娃怎么一直在哭？你听，嗓子都有些哑了，好可怜。娘娘，这声音是不是吵到你了？要不我去把他们……不可。柴嬷嬷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孩子哭闹是正常，可能是饿了或者是尿了，你不觉得这声音很亲切吗？20多年了，月儿小时候也是这样。女人说着说着，声音小了许多。她眼望着一个地方，似乎在回忆着。柴嬷嬷这是知道，他们娘娘是想起王爷了。这么多年，他们都是这样过来的，真可谓儿行千里母担忧。这样的日子已经伴随了他们快要20年了。是啊，我们王爷小时候胖乎乎的，就是哭的时候也不忘用眼睛偷偷地瞄着你，那小模样可爱的不要不要的。穷人家的日子不好过，柴嬷嬷，一会儿你拿些吃食去给那孩子送去，别给饿坏了。好。这是什么啊？这是我们新邻居的一个婆婆带来的。这不是那个红衣烧包男人的家吗？在山上的时候，
那个红衣男人可是和我空间的男人是一起的，难道他们认识？那男人在我空间里也不是事儿啊，既然他们认识，不如送他家去。他小心翼翼走到了大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然后紧张地四周张望，发现周围没有人后，这才松了一口气。他赶紧打开了空间，将里面的男人弄出来，放在了不远处的墙根处。听到院内传来脚步声，然后迅速离开了现场。小四打开门，发现门口没人，他挠了挠头，疑惑地向四周张望。奇怪，明明听见有人敲门，这咋又没人了呢？他嘀咕了一句，把头又缩了回来，不经意的一瞥，发现墙根处躺着一人，大着胆子又出来查看。等他看清地上的人时，啊，主子！怎么回事？这么没有规矩？不是说了吗？院外的小厮不能来内院，冲撞了娘娘，不是你我能担得起的。嬷嬷，不好了！小主子受伤中毒，昏迷不醒，慕容神医又不在，小的们没了主业，这才来打扰娘娘。什么？柴嬷嬷一听也慌了，她也拿不定主意，也不管小六子了，忙往娘娘的寝室走。刚到门口，就和门口站着的苗贵妃碰了个照面。娘娘，小主子受伤中毒，慕容神医又不在，要不我们往太医院递牌子，请太医过来给主子解毒吧。不行。苗贵妃想到她和上官叶灵的处境，叶儿这个时间受伤中毒，恐怕也就是那几个人的手笔，这会儿去请太医，这不是给对方递刀子？不行，叶儿受伤中毒这事不能传出去。走，我们先去看看情况。直到看到床上脸色黑青的儿子，苗贵妃的眼睛都红了。柴嬷嬷担忧地看着她。娘娘，去找附近的郎中了，再派人去找慕容神医回来。只是人还没有离开，就听见有脚步声从大门处传来，紧接着一个身影快速地闪进了院子里。看着慕容潇潇像个二傻子似的冲进来，众人纷纷愣住，院子里的小厮也顿时松了口气。娘娘，叶王的伤是皮外伤，毒也是常见的毒，毒解了人就会醒，只要喝几副药就没事了，我这就去培养。王爷，你说我在村里溜达遇见了谁？是我们在山里遇见了那个女人，也是把你救回来的那个女人。您猜怎么着？她竟然就住在这个村里，更巧的是，竟是一墙之隔的邻居。阿姨，去查隔壁女人。啊，你这人咋能这样啊？众位这么快找到恩人，兴奋中的某人笑容瞬间消失，错愕的惊呼。慕容潇潇的疑问便没有人回答，最后还是二看不下去，进来把人拉了出去。在众人离开后，上官叶灵静静地坐在桌旁，眼睛直直望着西面的墙头。安一做事很快，他是隐在上官叶灵帮忙处理各种信息网络的头目。安一进来汇报，隔壁的女人名叫乔安，据村里人说，这女人以前是一个傻子，具体是从哪儿来的他们也不知道。开始住在村西山脚下一间废弃的茅草屋里，孩子们偶然去那里捡柴，发现了她。那时女人的肚子已经有几个月了，村里的心善就叫妇人没事的时候去瞧瞧，顺便给带点吃的。诡异的是，据村里人说，她生产的时候深夜天降瓢泼大雨，孩子难产，一尸两命。安一说到这儿，身体哆嗦了一下，忙抬头看了叶王一眼，继续说道：村里人为这个苦命的女人惋惜，但也别无他法，只能叹息，只等天亮找几个壮汉为之处理身后事宜。谁知第二天大家伙去的时候，发现那女人竟然活了，手里还抱着孩子，人也不傻了。女子姓乔，名叫乔安安，傻子。等等，上官叶灵的心猛然揪紧，他觉得自己好像漏到了什么，是什么呢？
王爷，王爷，你下去吧。夜晚，上官叶林站在了院中的一棵大树上，已经多时。莫南等人面面相觑，不明白主子这是怎么了，但没有人敢过去问。隔壁的只有一间房里的窗户还亮着，在这漆黑的夜里格外的明显。可能是因为有了孩子，夜里需要喂奶的原因吧。上官叶林这样想着，只见他一纵身翻过了低矮的院墙，悄无声息向那扇窗子走去。上官叶林轻轻撬开了窗户，跳进房间。乔安安可能是太累了，睡得有点沉，紧皱的眉头显示他在梦中还有些不安，但也是仅仅只翻了个身。上官叶林微微俯身，伸出修长如玉的手指，准备轻轻点一下他的睡穴，好让他能睡得更安稳些。然而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他那白皙如玉的肌肤时，突然间他对上了一双清澈明亮，宛如夜空中最璀璨星辰般的黑眸。他伸出去的手就这样僵在了半空中，一时间竟不知该要如何动作。小家伙正眨巴着那双水汪汪圆溜溜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上官叶林就这样静静站立在原地，完全被眼前这个小天使的微笑所吸引住了。默默，怎么啦？是不是肚子饿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伸出了一只手，轻柔地将孩子揽入怀中。紧接着另一只手迅速撩起了衣服，毫不迟疑将孩子的粮仓塞到了孩子嘴边。某位来不及躲开的王爷正看了满眼，他顿时瞪大眼睛，羞得满脸通红，像是被火烤过一般。仓皇而逃的脚步有些凌乱，转身穿过窗子时差一点摔了个狗啃泥。他发誓他这一生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狼狈过。上官叶林走到院中，耳边听到孩子咯咯的笑声，似乎是在笑他。他脸部的表情僵了僵，脸色更黑了。夜里，上官叶林做了一个梦，确切地说那不是梦，好像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梦中他中了合欢散，摇摇晃晃进入了一间房间，月光透过窗户洒下了柔和的光，能看到里面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身穿红色喜服的女人。虽然看不清她的脸，但她身体上散发的体香让她不自觉地靠近。女人醒来，害怕着想逃，但她已经失去了理智。窗外那朦胧的月光如水般倾泻下来，轻轻地洒落在大地上，混入一匹洁白而又柔软的轻纱，悄然覆盖住了这满园的春色。第二天，上官叶林醒来时，他扶了扶微疼的额头，想着夜间的梦。他真的没有想到自己当时是怎样的禽兽，去伤害一个手无缚鸡的姑娘，事后还不负责任提裤子走人。愧疚之心久久无法平静。要不是这事儿有莫南等人作证，打死他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江管家，当年乔国公府嫁进本府的女儿叫什么名字？乔安安。江汤结结巴巴地说着，同时用眼睛向莫南等人求救。你确定？确定。能不确定吗？当时王爷所有的娶妻一切事宜都是他亲手操办。有画像吗？有，不过王府库房被盗，画像也在其中。找人另画。是。上官叶林走了之后，江汤赶紧问莫南：这王妃乔侍妾都死了快2年了，王爷咋又想起来了？不知道。莫南是真的不知道。
姜汤办事还是很快。傍晚时分，一份乔安安的画卷就出现在了书房的桌子上，一个容貌清丽的女子赫然出现在了眼前。果然是他，果然是他。他可以不在意这场别有目的的联姻，不在意别人的算计，更确切地说，不在意那个女人的死活，但不能不在意这桩桩件件都是他造成的。他轻轻地伸出手，仿佛害怕惊扰到画卷中的人一般，小心翼翼触摸着那张美丽的脸庞。指尖传来微微的凉意，但他却浑然不觉，只是一遍又一遍摩挲着，目光紧紧地凝视着，思绪如潮水般汹涌澎湃。不知过去多久，他终于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人！没过多久，门外便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只见莫南、莫北等兄弟4人以及管家姜汤鱼贯而入，恭敬地站在他面前，等待着他的吩咐。上官叶林抬起头，面向众人，然后将手中的画卷缓缓展开，展示给大家看。莫南兄弟4人原本平静的面容瞬间变得惊愕起来，他们瞪大眼睛，嘴巴张得大大的，几乎能塞进一个鸡蛋。几人疑惑地扭头看向姜管家。姜汤有些慌，不安地再三解释：这真是当初嫁进来的王妃，真的，我可以对天发誓。王爷，下一步是否把人接回府？不必。上官叶林伸手点燃了手中的画卷，亲眼看着他焚烧殆尽后，才吐出了这2个字：今天这事儿必须保密，你们就当没有发生过。朝堂上，兄弟几人暗自你争我夺，为了那个位置，手段也是层出不穷。他们母子不暴露人前，才是对他们最大的保护。这儿呢，就是你们2个学习的地方，有机会再给你们请个先生，怎么样？谢谢姑姑。谢谢姑姑。乔安拿起裴晨面前的3字经，想要试一下孩子的智力。姑姑，这个我会。啊？行，那我考考你，看你会多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裴晨一口气背完，不打一个嗝。乔安安想到裴晨可能的身份，也许家中已经提前给他启蒙过了。乔安安又再次进屋，拿了一本深一点的。见裴晨摇头，他才重新坐下。既然没有学过，我就来考考你的智力，如何？他挑了一段，教了他2遍，又把意思说了一遍，然后看向他，用眼神询问。裴晨思索了一下，又看了一遍，然后把书还给了乔安安，站在那儿开始背诵。虽然中间有些结巴，但是还是把这一段完完整整背了出来。我去，神童呀！要是在现代，这妥妥的是学霸呀！发现这一点，乔安安激动的差点要从凳子上掉下去。谁家有这样一聪明伶俐的孩子，那可是祖坟冒青烟的事。现在跟着他乔安安住在这样的一方小院子，真的是有点委屈了这孩子。也不知道独孤剑南纳斯什么时候能回来。裴熙还好，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写写画画的。坐了一会儿，又开始跑到树根处看他的蚂蚁搬家。爱玩是孩子的天性，乔安安笑了笑，也没有去打搅他。立春回来了吗？莫南有些诧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是苗贵妃不为王府准备的4大丫鬟。王爷不好女色，也不习惯用女婢，就把4人硬生生训练成了4大护卫。王爷也只有用他们的时候才会调回。回来了。让立春过来，去守卫这隔壁母子安全。莫南立刻明白，转身去安排。